好，我是陈怡娜。今天的影片的主题呢，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有点久没有做的单元，那就是说书的单元。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书呢，是这一本《花掉的钱都会自己流回来》。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频道呢，这频道是关于生活理财的频道。我在每周一、四都会有新影片。如果你对这样的内容有兴趣的话呢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也别忘了按下旁边的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新影片的通知哦。好，在你第一眼呢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呢，会不会觉得说花掉的钱都会自己流回来？是不是超级有兴趣，想要知道到底怎么做呢，才能让你花掉的钱会自己流回来呢？那其实这本书里面的核心宗旨呢，其实要讲的就是4个字，也就是投资自己。那他想说的呢，就是你必须花钱在投资自己的兴趣上。当你的兴趣变成一种专业的时候呢，它就可以帮助你把钱再赚回更多回来。那这本书里面呢，他还有提到一个观念，就是他说其实有很多人呢都喜欢一昧的存钱在银行里面，好像看到那个银行的数字呢越来越多，就感到有一种安心感，或是呢觉得这样子会比较有自信啊，比较踏实啊等等的。可是呢，其实这本书想要告诉你的是说，如果呢你没有把那些钱拿去做更好的利用，像是投资自己啊等等的，那其实那样子的存款呢反而是更没有意义的。那他在这个书里面呢还讲到一些人类消费行为跟心理的一些理论啊，我觉得都蛮有趣的。所以在今天影片呢，想要来跟大家分享3个理论，我自己是觉得蛮有趣的，而且我觉得也可以帮助你们去了解说，为什么有些人会是这样子的消费行为等等的。好，那第一个理论呢，他先举出了一个小故事。这个故事呢是在讲说，这个富翁呢，他拥有100亿的资产，可是他就是因为投资失利了，然后损失了99亿，他只剩1亿。可是呢，他就非常的想不开，然后因此而走上了绝路。可是呢，他其实没有想到的是，他剩下的这1亿呢，其实已经足以让他可能衣食无缺了，甚至是可以让他在东山再起的资本。可是呢，他却没有想到这个部分。那这个故事呢，想要告诉我们的是说，其实人啊，你如果知道自己什么样的量才是对自己是足够的，是适量的，你呢就能感受到满足。比如说，很多人都会知道他自己要吃多少食物，他才会饱嘛。可是对于金钱，好像大家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，就觉得好像要一昧的追求很多很多。那其实他在这边呢，也提到了一个理论哦，这个理论叫做伊斯特林悖论。那这个理论讲的就是说，当人在贫穷的时候啊，然后当你开始赚钱的时候，你的幸福感会增加的非常的快。可是呢，如果你的收入到达了一个程度的时候呢，你的幸福感是不会再增加了，甚至是增加的很慢。那其实这个理论呢，就是解释了，其实有一些人他很会赚钱，可是为什么他还是很贫穷呢？就是因为他在那个状态，就是他觉得他在赚更多钱，他已经没办法让自己开心，然后他的那个幸福感已经没办法再增加更多了，所以呢，他就会拿这笔钱呢，可能去做一些比较奢侈的消费啊，因为他希望呢，借由这样子的行为模式呢，去增加所谓自己的这个幸福感。那甚至是呢，为了增加自己的快乐跟幸福感，他就会去做一些超过自己能力范围的消费。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很会赚钱，但他也很会花钱，甚至是让自己负债的状况。那第二个理论呢，他提到的是叫做这个双曲贴线。那其实这个理论呢，它其实是一个行动经济学的理论。那它的这个理论是这样子的，它就是说人类呢会优先处理比较靠近自己的事情，反而会忽略甚至觉得未来事情比较不重要。举例来说呢，很多减肥的人他因为受不了眼前食物的诱惑，原因是什么呢？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眼前的这个食物呢，不会比未来3个月呢身材很好的这个状态呢还要来得有价值。所以这个理论呢，就也能解释我常常跟大家提到的这个延迟享乐的这个概念。也就是说呢，如果你越自律的话呢，你就能为你的未来呢去创造更美好的事物。那讲到诱惑呢，也要再提到下一个理论，也就是第3个理论。那第3个理论呢，它讲的是这个自我补偿的心态。它这里说呢，其实人类身上啊都存在一种称作道德许可的这个特质。那这个特质呢，会让我们觉得在做完一些正确的事情，再干一点坏事，并没有太大的关系。举例来说呢，很多人可能会说，我刚刚已经去健身房了，那我现在吃一点高热量的东西应该没有关系吧？或者说，我刚刚已经忍住不买那个包了，接下来吃的这一餐可以吃高档一点，没关系吧？然后甚至说，有些人可能会说，我已经为另一半付出很多了，我稍微偷吃一下应该没有关系吧？那这个书中呢有提到，道德许可呢真正可怕的地方在于，不管你是否做了正确的事情，它都会让人对于诱惑的
抵抗力呢下降很多。那你越是认识这样子心态运作的方式呢，你就会对于我们花钱啊、赚钱啊，还有省钱呢，带来很多的影响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今天要抵抗这样的诱惑，你就必须要问问自己，你觉得做这件事情是正确的，还是说你觉得做这件事情你是快乐的？如果你今天觉得你做这件事情是正确的，通常你不太能抵抗这个诱惑。可是呢，如果你觉得做这件事情是快乐的，通常你都能非常能抵抗这个诱惑。那我觉得这个例子呢，让我想到前阵子啊，有一个网友呢，他传一个讯息给我，然后他这个讯息呢是这样子说的，他说身旁呢聊理财的朋友很少，他大部分呢都是透过网络上去学习。那现在呢也很努力的希望自己可以放在一个研究投资理财的氛围中，避免自己过于安逸，然后就放弃了。但有时候真的觉得很难，因为一不小心就会忘记这样子的热情，然后问我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。那其实我的回答呢是，其实我完全没有失去热情过，可能是因为我的动力非常的大吧，我就会很希望说我自己做出什么会可以看到它的成果。那我觉得当你很期待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就是你真心的喜欢跟热爱的时候呢，你就不会想放弃。这有点像是什么样概念？比如说你明天要出国玩了，应该不需要有人提醒你要去打包行李或是干嘛的，你就会很期待要去做这件事情，对不对？那我觉得任何的兴趣的培养，或是任何习惯的培养，我觉得都有点像是这样。你一定要找到它，让你真的很兴奋，然后很喜欢、很有热情的部分，你才能真的完全不需要什么自制力，你就可以坚持下去。那这也是为什么我常常跟大家强调说，你一定要找到自己喜欢的投资工具。因为呢，如果你不喜欢它，然后你只是为了强迫自己，通常呢你都很容易放弃，而且呢也很容易被其他的诱惑而干扰。比如说，你今天明明就规定自己一定要看一本投资理财书好了，可是明明这本书你就完全没有兴趣，那你就要逼自己。这时候呢，如果有任何一点小小的诱惑出现，比如说旁边有一台手机啊，前面有一台电视啊，旁边有一瓶饮料啊，你就会给自己找任何的借口去做其他的事情，而不是看这本书。好，那以上呢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。那我觉得这本书还蛮容易读的，而且我觉得里面有一些关于怎么投资自己的兴趣有多一点的琢磨。我觉得它跟其他投资理财的书比呢，更有一些生涯规划的部分在里面。所以你对这样的内容有兴趣的话呢，欢迎都可以去买这本书来看咯。那以上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。如果你喜欢这影片呢，欢迎帮我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。那我们下个影片见喽，拜拜。